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2023年12月22号，有一则新闻是说，基隆市85岁张姓老翁因高血钾病症送医，于20日出院，但住处上个月受到火灾损毁，无法居住。里长求助社会处，却因为没有床位而被送回家，隔天被发现在附近的菜园死亡。老翁13日因高血钾症送医，19日医院要求办理出院，但老翁的住处上个月发生火灾，毁损严重，难以居住，也被断水断电。中正区社寮里的范里长向市议员求助，却因为安置机构只有21日才有床位，先带他回家住一晚。不料老翁隔天就被发现已死亡在附近的菜园。三立新闻网的另一个说法是，沉尸在距离住处约3公里外的一处菜园中，由警方相验厘清死亡原因。寒流来袭猝死或送医的案例频传，如果你不是演艺人员，例如倪妮，21日他出席兰蔻的艺术展览，一袭低胸亮片背心长裙，但是上海只有低温零下6度C，千万别轻易尝试啊！大家会有这样刻板的印象，觉得会被冻死或猝死是皆有吗？那可能你没有想到，有很多是在家里或睡梦中过世的家人。胸腔重症专科的医师黄轩就曾经提醒，温差是容易要人命的。黄轩指出，国外研究发现，如果你是在一个极冷10度C 以下，出门在外的一个环境，到一个极热的房间23度C 以上，就会身体难以适应，这样容易产生极大的温差，这样的温差是容易要人命的。当温差越大，死亡率越高，而且从温差大于5度C 以上开始，越来越危险。不只是心脏的猝死，连脑血管阻塞的疾病也是因为温差大于5度C 以上开始越来越危险。尤其那些以前身体健康没有任何疾病史的人，60岁的人急性脑中风有4倍的风险，所以任何长者都有可能发生相当的天冷猝死案件。台湾睡眠医学会跟阳明大学的研究，若待在室温16度的环境，血压比待在23度环境下上升了10个单位。医师提醒，室温最好维持在16度到23度之间，长辈也要定期量血压。我们回到新闻中来谈一谈医院安置的问题。当病人住院的时候，就会开始启动出院准备的工作。在我们家，经常是在急诊或者门诊就会被照会出院，可能需要安置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多半来自于医护人员对病人离开医院后的担心，但是也有不少社工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发现个案的状况，
可能无法返家生活，即便是长照服务的量开到最大，返回社区可能也无法有生命安全的支持，就会启动困难出院的程序。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另一个人从家里强制带离开。因此，医院的医务社工首先要考量的问题是，哪一条法律可以进行适当的保护安置？老人福利法吗？或是紧急保护安置为其他必要的处置，例如生权法？选择适法性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老人福利法民国86年5月31日修法第25条，老人直系血亲卑亲属对于其疏忽、照料、虐待、遗弃等情事，致其有生命、身体健康或自由危难，直辖市、县市政府及老人福利机构得依职权，并征得老人的同意，依老人之申请，予以适当的短期保护与安置。文中有除了职权外，还要有征得老人同意，直到民国96年1月12日修法，把前面的征得老人同意或依老人之申请，在第41条中修正为得依老人申请或职权予以适当短期保护安置，直到109年5月12日修法，把予以适当短期保护安置的短期2个字拿掉，改为现行依老人之申请或依职权予以适当保护及安置。卫生福利部老人保护工作指引手册111年8月出版的老人保护工作原则，老人保护的核心价值中有一段文字是这么说的：面对老人保护，应以维护老人人身安全为首要任务，处遇过程应考量老人之最佳利益，尊重老人是独立完整的个体，具自主选择的权利。除了尊重其案主权益、协助风险、保护立场、保留隐私、能力充权、案主自觉等各项基本权利外，社工应具备在地老化的概念，在不损及老人生命与健康的前提下，尊重并理解老人不愿被安置，希望留在熟悉家庭或社区中的选择，做出对老人适当的处遇服务。虽然老人福利法已经把意愿拿掉了，但是社工的本质与老人保护服务基本的工作原则都有尊重老人重要的基本原则，正如社工强调案主自觉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使用法律的时候，有身心障碍证明者一定以生权法优先于老人福利法，特别是在临床评估回家一定会有严重问题的个案，身障保护一定优先适用。新闻中子女的问题或是抚养义务人的寻找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因为目前因个资法有户政单位会拒绝提供资料，义务社工在找人的限制上有很多，变成病人被丢在医院里面，无人照顾，无人协助出院。有时候县市政府会说，
老人福利法第51条第1项第6款，留置老人于机构后弃之不理，经机构通知限期处理，无正当理由仍不处理者，医院要先通知家人限期处理，不处理才可以移转到社会局处后续，才能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并公告姓名，涉及刑责者应移送司法机关侦办。你听到这里，你知道医务社工要如何处理病人安置吗？让安德鲁社工师为你整理一下上面讲的一坨拉骨的工作流程。当我们发现个案病人的身体功能不佳，出院生活困难，家庭支持不佳的时候，请先通报社安网。但是呢，之后如果返家照顾，即便长照开到最大的量，仍然有安全照顾的担心，符合生权法或者老人福利法的时候，应该要进行风险评估，有家人失联协寻抚养义务人。若抚养义务人不处理，或是没有家人、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的话，在治疗快结束前2周应该进行保护通报。县政府评估后，如果可以安置，至少要有1周的时间进行入住机构的体检。县市政府的社工找到安置机构之后，才能配合机构入住时间出院，整个困难出院才能够完成这个工作。前后至少3周的时间应该是跑不掉的，这是顺利安置的个案。有些在边线上的个案，县市政府的社工评估也不一定会要开安置，也有可能只是一个个管案，对于医院也只能眼看着个案离院，医务社工只能在自家医院里面提供医疗品质及妥善出院准备的服务，但是有很多因素不是医务社工可以解决的。这样的个案住院期间的医药费用、看护费，连入住机构的体检费用，有些县市政府是不会买单的。医务社工能说什么呢？只希望病人有好的去处，有好的生活品质。医疗照顾的费用，医务社工只能自己找钱处理。希望大家能够认识身障老人的朋友，知道他们要出院返家是多么困难的事情，要找到一个合适可以安置他的地方，更是一件困难中的困难。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我们下一次